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聚会是在哪儿吗？安迪家，我们在吃大闸蟹。第二次是在这儿，第三次要不要去我家呀？反正我家有钟点工，吃完也不用收拾，往水槽里一扔，方便的很。许潇潇，安杰，我好怕怕哦。干什么呀？家里很困难吗？又不是吃不起。安姐，你好泼辣哦，爱死你了耶！谢谢夸奖。哎呀，我爸年轻的时候啊，借了套西装去见客户。这借的呀，就是借的，再怎么装也是借的。即使西装再合身，那骨子里啊还是个土包子。很快就被人揭穿了。那街上那个人啊，就是我们家太后老佛爷。许潇潇，王百川，你听出来了吗？小曲好像说的是你。大家都不傻，我们也是喜欢玩。姑娘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目标围观，干嘛那么早揭穿啊？揭穿多没意思呀，是吧？好玩吗？来，我们大家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小王，你等一下，小王，小王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呀还是不太理解女孩子。女孩子冲你发脾气，是因为她心里对你患得患失。今天呢，大家都有些尴尬，回去冷静一下，回头单谈吧。尴尬？我一点都不尴尬。我本来今天要把事情给他说明白的，但是现在没有必要了。韩欣，你知道吗？女孩子嘛，都要面子的，你就别太计较了嘛。我车是租的，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都拿我当猴看呢？这有什么呀？早年间我还住过朋友的办公室呢，这个你不要往心里去。我相信小凡心里是有你的，要不然他不会在你身上。你等等，魏总，我们之间的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上回我们客户郎总来的时候，小美提议要去商场，还有，行，我不提了。我现在得好好的捋捋思路。魏总，谢谢你的盛情款待。兄弟，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给你的，别把别人想得太好，但是也别把别人想得太坏，都是凡人。大早上气警察，日子到了。没有，我给樊姐气的，那么大两个黑眼圈，肯定一夜没睡，得给她补。要不说都怪那个曲潇潇，要不是她，樊姐也不会这样。我去给樊姐弄点早饭。哎呀，等会儿见到樊姐，千万别提这事儿啊，省得樊姐脸上挂不住。知道。樊姐，红糖姜茶给你沏好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们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吗？目前还没有，
按你吩咐的，我每天早上、晚上都带着他们去吃饭，还安排人带着他们四处去玩。上海周边能玩的都玩遍了。曲总，你说咱这招能行吗？他们不就想磨我的耐心吗？我就让他们看一看我到底有没有耐心。记住了，只要他们不提，我们这边就打死不提招标的事儿。啊！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听听他想跟我说什么。哎，好，明白了。王哥，找我啊？有事儿要跟我说呀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拜。王哥，周姐，你们这么着急的把我叫过来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？是吃的不合适，还是住的不舒服了？林秘书，怎么办事儿的？没，林秘书招待的挺好的啊，一天3顿都按照最好的来啊。这2天我们都挺满意的。那就是玩的不痛快了。哎呀，这事儿都怪我，这2天光顾着忙别的事情，也没有陪你们俩到上海逛一逛。要不这样，今天下午你们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没有？我亲自作陪。曲总啊，我们到这儿不是来玩的，是来审核的。我们来了这么几天了，我们只想问问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脑子呀，这2天光顾着接待了，把正经事儿都给忘了。要是谈工作的话，要不去我公司？资料跟方案都在公司呢。审核小组要是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，我们也好及时配合嘛。行，那周姐你去招呼一下同事，我们现在就去曲总的公司啊。林秘书，让司机把车备好，他到楼下来接我呢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们的报价啊。王哥逗留这么多天，不就是在等这个吗？做生意嘛，总得有个人往前走才行。能谈则谈，不能谈，创造条件也要谈。实在不行就放弃，总归不能让双方吃亏。你说是不是？既然曲总这么着急，那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审核吧。好啊，我这边资料已经准备到位，只要曲总资料到位，随时可以开始工作。林秘书，周姐，资格预审文本、招标文件、投标书和落实担保都在这儿。要少什么的话，你们尽管说。会议室这段时间留给你们用，我和林秘书也会全程陪同，尽最大的努力配合你们审核。好。我到机场了，临时出差去德国参加一个展览。我这边也还好，刚联络了一个基金，也有很多事情要考虑。看来我这个男朋友不给力呀，你都不想我。哎，小凡还好吧？他没事。现在小曲一直在忙着见客户，小凡这个人又死要面子，绝口不提王百川，所以表面上看，他们还相安无事。你这些邻居啊，真的都挺有意思。有小曲那么跋扈的，小关那么乖乖的，小秋那样一根直肠通大脑的，还有小凡，都挺好的。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小王原本是要表白的，结果你也看到了，话还没有说出口，就被小凡一通羞辱。小王走之前还暗示说小凡当着他客户的面拉他去商场，动机不纯。不会吧？不可能。
樊小妹不是这种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嘛，小心一点总没有坏处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到德国再跟你联系吧。OK， 你订好回程机票告诉我，我去接你。好，拜。拜。嗨，看样子，跟那位姓魏的朋友发展的还不错。还行吧，顺其自然。倒是你，最近怎么频繁的突击检查？看看这个，包氏，他们也是个老牌企业，在他们那儿颇有能量。听说我们要并购红星，很感兴趣。刚刚他们小包总专门约见我，明确表示想跟我们联手并购。这种家族企业问题很多啊，离婚、死亡、私生子，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影响公司格局。加上他们产品结构单一，发展有限，就算我们找合作伙伴，也不能考虑他们。那个小包总要是听到你这样的评价，估计得吐血3升。就算他吐血身亡，我也看不上他。这种企业如果不面临转型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们不能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。好，那我回绝他。OK， 那我下班了。啊？今天不加班了吗？并购的事情不都交给我了吗？不着急表现，悠着点儿，不给你榨取我更多剩余价值的机会。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这些简单的词语像是被赋予了某种魔力，让你变得不再是你，而又乐在其中。就像起点才刚刚离开，安迪已经开始思念。这对于安迪是一种久违的情感，格外遥远而又格外陌生，让他心中充满柔情，荡漾着一种奇异的温暖，又像是回到了生命的最初。一切都像是那么鲜活，那么明亮，充满着欢喜和期待。他甚至有点不认识这个全新的自己，这个会喜会怒会想念他人，甚至心甘情愿去做改变的自己。就像现在，穿梭在庞大的城市之中，看着往来的人群和超市的灯牌，一向不善厨艺的安迪竟有了洗手做羹汤的冲动。他们都在吗？嗯，叫上他们一起来我这吃晚饭吧。我去。好，我这，啊，还有我，都过来吧。安迪又把这个端过去了。OK。安迪姐，您都把盘子都给我。我来了。嘿，我买的是火锅，因为我问了超市工作人员，他们说火锅最方便。还要做什么吗？你需要换身衣服，最好像我一样能带个围裙。行了，姑娘们，吃晚饭，咱们一起吃。我快吃了啊！开业了，我来帮你。当然得当啦。你把那个菜肉放前面。肉，就知道肉。那我直接把它点开啊。好香啊！哎，全部都要倒进去吗？把眼镜摘了吧，吃火锅哪能戴眼镜？我开动了，热手啦，来，谢谢芳姐，好棒啊！来，谢谢。
好吃啊！所以真没想到啊，这么简单就能做出一顿饭。其实烹饪真的没有很难，我觉得可以学。喂，该不会是为了魏兄洗手做羹汤了吧？出去餐厅吃饭太麻烦了，耗时又不自在，而且魏兄每次去餐厅都能碰到熟人，要过去跟人打招呼，还要陪人家喝2杯酒，还不如在家里轻松、简单、自在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知道除了火锅，还有什么菜系是能够简单易学的？我会煮粥和煲汤，但是我觉得炒菜挺难的。我妈有的时候在厨房1个多小时，就才能做出几道家常菜。要是想做复杂一点呢，这1个上午都得耗在厨房里面。关关说的对，煮粥煲汤是最实惠的。如果累了、生病了，吃这个是最合适的，而且煮起来很方便。要真想炒菜啊，你要真有那闲工夫，还不如赚钱请保姆或者是叫外卖呢。我觉得回头我可以去下一个 app， 里面应该会教我怎么去做粥和汤，对吗？安迪，我有血泪教训，我一定要讲给你听。如果你想对一个男人太好，你即使心里这么想的，你也不能表露出来。你要像挤牙膏一点一点的对他好，不然男人会厌烦你，会讨厌你，会看不起你，最后会离开你。这些都是樊姐之前告诉我的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什么，你一定在想魏兄肯定是个特例，但我要告诉你，特例都是凤毛麟角，不特例的才是绝大多数。但是你别跟魏兄说这些都是我说的，不然他下次请客吃饭该不带上我了。我说的对呀，小轩，你真的好可爱啊！不过也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。我觉得情不自禁的流露感情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一个人，你不能放开去爱他，那种感觉会大打折扣。就好像你跟一个你并不是很爱的人，就这样将就在一起的感觉是一样的。算计太多，反而会失去爱的感觉，对吗？其实这取决于恋爱当中，你到底是看重结局还是看重过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想要天长地久，还是想要曾经拥有啊？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当然希望天长地久。但是天长地久必须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真爱。如果只是马马虎虎的爱、三心两意的爱，那还不如不要天长地久。其实单身的日子也不难过啊。如果对方因此轻贱我，那我会理智的分手，好过天长地久纠缠不清啊。我同意安妮姐的说法，可你这样就太容易受伤了。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为情自杀、为情发疯的，都是因为投入的太多了。我就是，我之前看着白渣男怎么都好，眼里心里想的都是他，结果我现在想想，咦，我真是鄙视当时的我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减少感情的投入，甚至回避感情？恋爱当中付出越多，伤害就越少。最悲催的就是，你付出多少，其实都是要听天由命的。所有的结局都在你遇到那个你爱上的那个人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了。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把控。你想使用手段没用，那些都是旁枝末节，无关宏旨啊。好吧，作为一个30岁的剩女，我建议你们把这些话当做反面教材。樊姐你经验多，我听你的。你干嘛呀？你踢我一下，你脚往那边点儿，你都捅到我这儿来了。吃点玉米，我想再吃点肉，挺好吃的。你那肉是最好吃，再多放点呗。谢谢关关。要么说这女人一谈恋爱就成傻子了，就连安迪这种强悍的女人也可以为了魏兄洗手做羹汤，我真是想不到。可是我还挺羡慕安迪的，我觉得那个魏总是真心爱安迪。你们在山上看见吗？那魏总的眼神一直盯着安迪转，谁都不看。我觉得安迪挺幸运的，碰上了一个这么爱他的男的。不像我们，碰到的除了渣男还是渣男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们说，
安迪姐和魏总第一次见面让我给撞见了。魏总就请安迪姐在我们公司旁边吃的饭，可我觉得以魏总这样身份的人请吃饭，怎么会去我都去得起的地方？对啊，你们说他是不是在装没钱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心机真的太重了，根本就配不上安迪姐。这很正常，像他们那种有身家的人，谁不经历点风雨啊？对吧？他这么说也很自然啊。像他这种有钱的人，就是面对普通朋友还得隐瞒一二呢，更何况是网友了，是吧？可他这也是骗人呀！你看啊，魏总他明明很有钱，但他装作没有钱的样子；可是王同学明明没钱，但装作有钱的样子。那你能理解魏总为什么不能原谅王同学？这不一样好吗？背起行囊，离开故乡，我一个人踩着那陌生月光。别对我说收敛锋芒，坚持到最后也顽强抵抗。成功路上非死即伤，但别妄想。相比安迪的两情相悦，曲筱绡的干柴烈火，2202的3位姑娘却陷入情感的低谷之中。樊胜美看不上王百川，却不可抑制地一再想起他。邱莹莹投身于咖啡事业，借此忘记白主管带来的伤害。关雎尔甚至还分不清楚什么是爱，又该怎样去面对一段爱情。面对爱情这2个字，3个女孩各有各的苦涩，也各有各的烦恼。自己的梦想，像执着的飞蛾，飞向那天。安迪姐，你觉不觉得樊姐最近怪怪的？怎么了？她从山庄回来之后就一直闷闷不乐的，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她明明很在乎王同学呀，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伤他的心呢？樊小妹之前跟我说过，她不能够忍受没有房子、没有车子在上海生活。我想她可能是担心王同学的经济条件吧。可是樊姐工资比我们高多了呀，而且她工作那么多年，肯定会有些积蓄吧。那个王同学他也不是一穷二白呀，他们2个一起努力攒个首付还是不成问题的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。但是我想他拒绝王同学，肯定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。唉，其实说起来这件事情，我也有责任。小关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小樊振作起来？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。樊姐她好像特别喜欢去那种富贵云集的地方玩，每次玩完回来她会特别开心。啊，这种活动好像老谭每个月都有啊，这很简单。可是我不明白呀，这种档次的活动他去了又能怎么样呢？虽然人跟人是平等的，可这社会就是有阶级之分，你无视阶级只会碰壁，努力做事克服局限才是真的。很多时候所谓的阶级，其实就是自己内心那片魔障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一个人得多有勇气，才能无视这些客观存在的阶级。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是只敬罗上不敬人，你就算无视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有的时候我也特别苦恼，你说我是应该勇敢做自己呢，还是应该按照别人的意愿来生活？就像樊姐，她老是一门心思的想挤进更高的阶层，可那有什么意义呢？的确，有太多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，房子、车子、人脉、阶级。不过比起这些，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？又为什么要削尖脑袋成为那个别人眼中的你自己？安迪没有想到，平常并没有主见的关雎尔能说出这么深刻的见解。来，大家喝点水吧。谢谢林同学。
怎么样啊？还在里面讨论着呢。还讨论什么呀？一共就那么点东西，要讨论几年啊？几个意思啊？这是？还能几个意思呀？跟以前一样拖呗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有什么好拖的？之前拖是因为谈条件，现在咱底牌都亮出来，还拖什么拖？有劲吗？你问我呀？我哪知道呀？那这审核小组来了这么些天，你天天跟着住酒店，这怎么行啊？连家都没回。他们要是没有诚意啊，就别跟他们合作了。咱们呐，不缺这一桩生意啊。那怎么行呢？我好不容易轮到第2轮，现在放弃，那我之前做的事不白做了吗？好，你的事爸爸妈妈不插手。你那个审核小组什么时候弄完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来住几天，妈给你好好补补啊。我说那个事还好，一说那个事我就头大。话我已经都挑明了，那伙人还在那磨磨唧唧的不给力，能给的利润我也都给了呀。我都不明白了，那这么拖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是在等你加料呢。香香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进入2轮的一共有3家公司吗？形势现在已经变得很明朗了，这就是看谁有料，并舍得给料的竞争。但是我做这么大个项目，总不能让我不赚钱吧？你看我的报价，我的毛利润也就200来万，再除去成本，除去公司那些费用，根本就没有再剩下什么嘛。那如果再加料的话，那我整个工程基本上毫无利润可言。没错，就这个数。生意做到现在，谁都知道它的成本是多少。你的公司的历史运作呀，在那些老将眼里那都是透明的。你不如一口气给足他这个数，跟他们混成兄弟啊，让他们为你打开大门。实际利润吧，来日方长。臭爸，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先拿下项目，然后到实际操作环节的时候做手脚？你这可是恶意低价，查出来可是要废标的。为了做长线，割舍眼前的利益也是有的。只要不亏本，就不能判定为恶意低价。至于到了实施运作方面，环节太多，出点问题它也是正常。不然呢？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你想想。是，留下200万，显得我们还有赚，而且我们够大方，够朋友啊。而且保证绝对不会在交付的时候做手脚。不是你们俩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？我先走了，我得赶紧跟工程师谈谈去。不是你饭还没吃完。谢谢爸。哎，潇潇，水果还没吃呢。不吃了，拜。哎呦，这孩子。文文，下个月就应该有少量的存款了。你说，我是把这些存款是要交给我爸妈呢，还是我自己留着做投资啊？投资？你要投资什么呀？炒股？我建议你呢，现在还是先把本职工作做好。我觉得你这个工作还是蛮有前途的，可以凭业务量获得高提成。但是莹莹，我觉得你最近变得好多呀，心心念念就想着赚钱。不是，我是觉得，如果你想忘记你之前做的蠢事情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想钱。我以前傻乎乎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愿意提钱，也不敢想那些。可是我现在发现，钱真的很重要。你说的对，莹莹，我也要赚钱，我们俩一起赚钱。到时候拉上樊姐，加油，加油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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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挣什么钱呀？你们2个小姑娘还知道为自己打算，姐还不如你们呢。
加油啊！打起精神来，吃咖啡，喝咖啡。谢谢徐总，你辛苦了啊！喝咖啡，来。谢谢徐总，谢谢徐总。加油加油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大家辛苦了，再加油！最后一点做完，你们可以休息了。林秘书，你再陪他们周旋一天，我先睡了。等我摸清楚了具体细节以后，再找他们谈判。这帮孙子，我就不信了，这次我搞不定他们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如果中标的话呢，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包一个大红包 ，OK？OK。这个月工资还没发，下个月就该发年终奖了，也不知道能发多少。又天真了不是？去年底啊，就没人敢提年终奖的事儿。咱们呢，不被放入裁员名单，那就谢天谢地吧。今年，哎，那得看领导啊，能不能有良心。良心？领导的良心啊，直接跟供求关系挂钩。去年大批人下岗，在职的人都是人心惶惶的，老板理所当然良心抹黑了。今年招聘市场形势严峻，人才金贵，兴许待遇能好一点。年终报告。对呀，我想以咱们部门的名义写份报告，总结一下我们人事部今年的工作，也顺便提醒一下公司在招聘工作当中人才紧缺的问题，尤其是某些专业的岗位，一家有女千家求，优秀人才的竞争那是相当激烈，估计明年的形势会更严峻。今年不管是在人才市场，还是到学校去招收那些应届毕业生，都遇到挑三拣四的问题。是该好好的汇报一下，起码让公司明白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。不仅如此，猎头公司也反馈人才行情飘红，在这样人才紧缺的大环境下，如何挽留现有人才，巩固公司的职工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别的不说，你看去年咱们没有发年终奖，据我所知啊，现在已经人心浮动了。以现在的形势下去，估计会有人跳槽。如果这种跳槽的形势出现的话，会对我们公司非常不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年不比往年，人才多呀。如果今年等到大家跳槽了，我们再到别的公司去挖墙脚，那成本可就高了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转眼就要过年了，如果这个福利和奖金不到位的话，恐怕还真有点动摇军心。是啊，经理，我能想到的就这些。这样，我先去搭个架子，具体情况还是需要经理您定夺。好，公司就需要你这样的员工。小范，就按照你的想法，先把报告写出来，然后我找机会和 Michael 谈一下。啊？好，那我这就去写。好。眼看年终奖在望，樊胜美得益于自己纯熟的办公室套路，在他眼里，办公室不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只要提出的每一件事尽量多的在办公室人群中达到利益共识，事情的发展往往就朝着共同推动的路子上疾奔了。反之，则千万不要做第一个提议者，绝对的吃力不讨好。喂，你好，我还在上班呢。哎，樊小妹，
千万请帮忙！今天晚上我有个年会，他们需要我带个伙伴参加，就是那种有名流、有颁奖晚会，还有慈善拍卖那种。魏兄不在，我对这边的礼仪又不太熟悉，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参加？答应吧，答应吧！时间来不及了，我现在去接你。今天晚上，你就是我的主心骨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你赶紧回家换礼服，化好妆等我啊。OK， 一会儿见。安迪姐，你这个衣服还真好看啊！谢谢。你们一会儿要去哪儿啊？我带樊小妹去一个酒会，这是我回国第一次去这样的地方，需要带一个熟悉的人。你们是不是要去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酒会？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呢。你去了以后能给我发照片吗？哎，这样，你加到我们那个3朵花的群里，你到时候把照片给我发过来啊。你别麻烦安迪了，3朵花，到时候我给你发。OK 了，加上了。不对，现在应该叫4朵花了。好了。哇，樊姐你好漂亮啊！一身红彤彤的，像小苹果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好了，走吧。安迪，记得给我发照片啊！我等你照片啊！光务任务交给你了。知道了。发照片啊！这个地方可真不错，要是能在这儿工作，估计心情都会变得很好。据说这是上海最好的酒店，不过服务业很辛苦的。这个市场啊，一直非常不错哈。这个项目呢，非常看好。啊，安迪，哎，张总你好。你好，这位美女是传说中的安迪。圣仙的 CFO， 要知道，谭宗明为了挖他，可花了不少功夫啊，光美国就飞了3、4回啊。没事，能被美女撞到是我的荣幸才是。你也是来参加酒会的吗？我只是个小人物，没有资格参会。我是陪朋友来的。那我要谢谢你那位朋友才是啊，让我荣幸的能见到大美女。红色很配你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这里美女如云，我又算什么？什么？并没有吧？我怎么好像只看到1位呢？可不可以请大美女到那边坐一坐？好。